在那片什么都没有的猩红色里，我好像看到了阿姨姐姐正在说：“我好恨那个爱着你的我。”哎，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哎，而且又熟又能干又漂亮的，那是更加恐怖了。很感动，谢谢你注意我的作品。呼！也许是那一个人，也许是那一个吻，生命里陪着我们走啊走啊。现实里我能认分，爱情里不能认命，幸福会过阵不停，追啊追啊，相信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虽然从来我都不期待奇迹，直到遇见了你，相依为命，我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。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而我还在学习拥抱这奇迹。曾经碎了的心，不药而愈，原来我的许愿都有被回应。该不会出事了吧？是吧？他们不会，你用完卫生纸都不会补的哦。怎么卫生棉呐？妈，厕所没有纸了啦。人生不是只有毕业展，想一下自己的将来吧，不然五专毕业要怎么出人头地？苦口婆心，看你们听不听了。翻开课本第37页，徐辅君，徐辅君，念下课文。隋炀帝之幸江都也，命司空杨素守西京。超级八卦！张伟杰果然不是单纯的车祸时乱，天下之权重望从者，莫我若也。奢贵自奉，礼义人臣。美公卿入言，宾客上宴。一，本乳蛇为贪生怕死之徒，因此本文1小时后删除。二，篮球队全遭训导处封口。三，洗发精要挑牌子，千万别乱用。四，牵小手看电影，甜蜜才演半场，黑衣人就登场了。五，看着被请出电影院的篮球队长，我明白今年 HBL 的资格赛注定要GG喽。恐怖了，恐怖到了极点了！击到正妹，我可以。
清醒吧，阿仔，这不是偶像剧。我也可以，苟活不如好死。太夸张了，校方应该要介入处理，要当事人签切结书表明歉意，否则转学。黑色冰擦车果然有秘密，被扔下车的时候，啪，腿就断。这车上要动手啊，不然是要光明正大打给警察看的。哇，果然很黑呢。对呢，我想到我腿就好痛哦，还好他还在。哎，你不是还好？还好啥？还好告白那一天我们晚一步找到洗发精啊。哦，不然现在躺医院就安庆辉呢。对呢，我觉得他应该请我们喝饮料。安庆辉，我觉得在这件事上，你应该请我们喝饮料。哎，不要福利社，我要手摇哦。手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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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忙，手摇，帮忙啥？好。靠北边走啊！你上花洞给我跳是不是啦？人家是你直属，我是你兄弟呢，你是要躺在我江伟杰旁边是不是啊？那就不要这样啦。那就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没义气！不要，安秋伟，不要啦！没义气！我只知道义义，不知道义气啦。谢谢学长。洗发精，你要的珍珠没有了啦。谢谢。庆辉学长，这个请你喝。下次再一起吃便当。谢谢。不管你是谁的女儿，你都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。很抱歉，元宇最近出货量大，
今天假定要2周后才可以出货，可以等吗？姐夫，有没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？你怎么不去约会啊？想听实话吗？可以。约会好累啊。怎么会？如果喜欢，怎么会累？那我就老是爱上错的人啊。你觉得我是对的人吗？当然是啊。我是一个不能让简单安静的丈夫。不过，这天晚上要做的客户，麻烦您帮我联络好吗？好。是很感谢啦，可是他们用的字眼就让人很不舒服啊！一直在那边弱势的，谁弱势啊？我们家水饺超好吃，很强势好吗？根本就是你的自卑感在作祟。人家网络上面明明就说姐夫的水饺很好吃，重点就是我们生意真的变好啦。你是在嫌什么嫌啊？哎呦，差不多好就好了，再这样好下去未必叫做好。你看，我天天加班包水饺就算了，现在都几点了，你姐夫还在外面送货，你在担心姐夫啊？难怪他会这么说。他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哪有什么对不起，没有什么晚不晚的，你是情义相挺哎。我去洗个手，马上回来报到开工啊。干嘛啦？就订单暴增啊！再说，包水饺能看吗？我不搬救兵怎么行？我有说什么吗？你跟我那么心虚啊？来，坐。你们慢慢忙。哎，你去哪里啊？娟娟要吃饭。你不会包？我跟水饺不太熟。哦，就这样，然后差不多就是1匙的量吧，放在中间。然后如果你怕不太黏的话，你就可以边缘沾一点水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捏一下。这样可以吗？你还
有什么是不可以的、啊？帮你包就好了。哎，这是打你的。谢谢，你们的水饺很好吃。现在鲜虾水饺还有在做吗？谢谢你啊。那个头上有面粉，不是还没掉。对不起，忘了关静音。是你姐夫哎？怎么了？我出去了，能麻烦你来监察区1号吗？先不要惊动小山。你姐夫应该就是不想让小山知道，才会先通知我的。我先过去看看好了。如果小山问我去哪里，你就说我跟我妹吵架，不是我跟我妹吵架，我妹跟我妹夫吵架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先不要担心，还能发简讯表示人是平安的，人平安就没事，他没事。我先过去看。
怎么了？干嘛？吓死我了！烫到了？哦，没事。干嘛不去陪小赖？包得好累哦，借我靠一下。我就说吧，生意太好要干嘛？累死大家啊！我问你哦，你爱姐夫什么？小赖不错吧？哎呀，回答我的问题了。他哦，他就让我很安心啊。就某种程度来说，他是外遇绝缘体。讲真的啦，他哦，他就人很好啊，说到做到，愿意以我为中心，然后。你记不记得你找我帮你配音的那支广告？就是那只全世界最寂寞的金鱼的那只啊！52赫兹是美国国家海洋总署追踪数十年的一个声音，它来自海底，听起来像是鬼魂的嚎叫，也像是低音号的奏鸣。拥有这神秘声音的主人是一只寂寞的金鱼。当同类都以15至25赫兹的歌声寻觅伴侣时，能听见它的歌声的，却只有它自己。就这样，52赫兹继续唱着寂寞的歌，穿越着茫茫的大海，因为他相信，在海的那一头。必然还有另一个52赫兹。为什么这么晚？为什么这么晚？可以不要知道。配完那支广告之后的某一天，你姐夫第一次打电话给我。是真的用打的哦，不是传讯息。他拿着电话讲什么，我完全都听不懂。然后我就哭了，哭完了，我就决定嫁给他了。因为我想听懂他在说什么。我舍不得，而且我不要。我不要他像52赫兹一样的寂寞。我没事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？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？你要是出事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真的没事啊。以后你不准骑摩托车了啦。我姐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姐夫送货的时候出了点意外，他的助听器没电啊，他听不到大卡车倒车的声音，还好路边的路人及时阻止了司机，那个车子才停下来。天哪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人平安就好了。我等下先去车行把姐夫的摩托车去检查一下，然后今天大部分的水饺我都已经送了，剩下2家。因为太晚了，我怕打扰到人家，所以等一下麻烦你用简讯通知客人，说明天早上我们尽早补上。我都写在送货单上，有什么事你随时跟我联络吧。谢谢哦，麻烦你了。其实是我建议姐夫要跟小山实话实说的，他们是最亲的人。我想小山当然有权利知道她老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夫妻2个人都应该要一起面对，好好的沟通。不管吵得多凶、多严重，我觉得都会有助于达成共识的。这才叫做终生伴侣嘛。所以我觉得，
让他们两个自己好好的沟通。这是我的建议，不见得是对的啊。好来。罗小飞，我保证，你再也遇不到这样的好人了。不好意思，再跟您确认一下啊，您订的是韭菜100颗，3鲜50颗，对吧？所以总金额是950元，没错吧？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们会尽快在这2天把钱退到您的账户里，同时发简讯给您。好，谢谢。是因为我们有别的人生规划。谢谢您的体谅，不好意思哦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喂，你好，我们这里是小金鱼水饺，不好意思，要跟您确认一下。不要这样，我会再次这样。那你就气吧。这是尊重我。尊重你什么？尊重你差点就回不来了，我差点就没老公，圈圈没有爸爸了。对不起，这种尊重我做不到。以后我会小心的。没有以后了，我们家不卖水饺了，再也不卖，永远不卖了。替我站在立场讲一讲，好吗？那你有没有站在我的立场替我想？你知道，你每次一出去，我的心就像掉在那边一样。再也不要假装了，我超害怕的，我好担心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啊。你好自私哦！对，我自私，我只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丈夫。那个摩托车已经修好了。谢谢你，小赖。可不可以麻烦你再帮我一个忙？帮我把摩托车拿去卖了。小三，不要这样。小三，你的担心我懂，你老公更懂。可是有时候难题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想办法去解决它，而不是去逃避它，不是吗？可不可以看完我修好的摩托车，你再做最后的决定？我在手机上装了这个 APP， 你看哦。然后把手机固定在这里，它就可以侦测到周遭所有的状况，然后用简单易懂的动画来提醒驾驶。你看，它现在就侦测到我的左右两边有你们，还有哦，它还可以侦测声音，有没有？它现在就侦测到这附近有救护车，还有。有没有看到？它感应到从这个方向有紧急状况，而且不止一个方向哦。有没有？它
所有的方向都能感应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驾驶啊，不管发生什么突发状况，只要瞄一眼手机就能够掌控。罗小婵，你要不要骑一圈试试考考他？熄火了，快点啦！这么晚去哪里啦？不是要送东西吗？你看你这个德行，你送你几个客人，客人敢收吗？正成哥、小三姐、小飞姐，打招呼要干什么？正成哥、小三姐、小飞姐。小飞，不好意思，昨天那2家的货。哦。我跟你说哦，今天是试用第1天，认真一点，听到没有？谢谢。看，这地址。哎，我说的认真啊，是指注意安全，不要违规，听到没有？你听到没有啦？听到了。他叫皮蛋，是我在福利院当义工的时候认辅的孩子。他因为在高1的时候啊，一时冲动伤了人，所以在福利院待了一段时间。现在已经结束保护管束了，也重新回去学校上课。可是啊，我怕学校的同学一时没办法接受他，所以我就希望他能够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找到自信。不知道各位愿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？是我的啦。半个字都没传来。人家就把你的关心当屁呀！哎呦，不要觉得好像哦 ，broke my heart。死刑比较实际啦，心呐，免得哦爱到卡惨死啊，卡惨死。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？来了！我们的庆辉，快看！First night，那就快看啊 ！Yeah， 干嘛不看？哎呦，你心脏暂停，我们送你去保健室啊！对啊，我要帮你做 CPR 啊！洗发精，我心脏好痛啊！怎么了？救命！人工呼吸，洗发精我来了，洗发精。哦。可以请帅气又好心的庆辉学长帮可怜的洗发精一个忙吗？用吃东西。本来以为影像创意应该很好过，没想到新来的小芳老师这么严格。上次作业他只给我35分。那你这学期如果要 pass 的话，你至少要拿到85分。所以我才要找学长帮忙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努力拼一下 ，OK 的。那我先设定2秒1张，然后我们拍个5分钟，确认一下手指效果。好。
一个人要有多少缘分被自己牺牲，才能换一次在你身边沉沦？只为一个眼神，我不能放弃为你找到幸福的可能。其实我不会是抱着你的人，也真的不会觉得疼，对自己残忍。如果换你圆满一生，不用担心我一定奋不顾身。你不需要知道谁会伤心，也不需要知道谁正在想着你，只要知道别停下，我是过客不是解答，它才是最好的目的地。你不需要知道我的真心，也不需要知道我会一直想着你，带着我的祝福前进，擦干每个泪滴，这样我曾经的存在才有了意义。那个，我是说，你看起来心情好像好多了。我之前心情看起来很不好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可能会被那些留言影响。啊，你是说 BBS 上面的谣言哦？对，不是，谣言。其实我还蛮喜欢他们帮我编的故事的，黑道千金，感觉好浪漫。所以张伟杰的腿不是被你打断的哦，那一趴我也很喜欢，有点像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如果真的能够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就好了。可是那天跟你在训导处的人是……哦，那是我爸啊。他那天送我上学，不小心跟同学的脚踏车擦撞。其实同学没事，但爸爸一直很过意不去，所以就塞了一个红包给训导主任，希望他转交。哦，所以真的是网络留言。不然呢？可是，那你干嘛不拆穿？因为我也想要看看我的浪漫故事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啊。所以你没有心情不好，那我就放心。好像超过5分钟了。咻咻，要不要跟我回台北呀？咻，飞高高。那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跟他玩一会嘛。哎呀，圈圈，来呀，小圈圈呢？你姐夫啊，帮你打包了一些水饺。你肚子饿懒得出门的时候，不要随便抓的东西就往肚子里塞啊。顺便帮我打包一点圈圈的味道吧。好啊，那一包回收的尿布通通送给你。你真的很适合演灰姑娘的坏姐姐，下次有这种角色啊，我一定找你。好啊，那要看你们的预算请不请得动我喽。哎，什么？手机啊？
可以还我了吧？你真随身携带耶，怕我偷我？当然。哎，你给我自爱一点哦，绝对不可以！不可以打电话给他，不可以接他电话，不可以传简讯给他，也不可以看。不准看！我封锁他了啦，这不是他啦。安庆辉，谁啊？一个小朋友啊。你还好吗？想不想吃鸡排？你到底去哪里了？为什么都不看手机？你封锁我了，你还在这个世界上吗？还蛮关心你的嘛，还蛮感人的哈。什么感人？说，他谁？哎呦，你不要看到黑影就开枪好不好？人家只有20岁，20岁算什么啊？可惜呢，我只爱那些又老又有才华的老男人，要不然啊，我一定做出一番丰功伟业来吓死你。哎，不要这样。好啦，知道你心脏不好。扣扣扣。嗨，怕你会想家，所以买一些名产让你带回台北。哦，谢谢啊。东西都带齐了。嗯。谢谢。这边是鸭掌跟奶冻卷，我放在冰箱了。然后这边还有绿豆沙，还有3星葱油饼，还有脯肉，还有鲜肉小笼包，还有烤鸭寿司，这些啊，今天都要吃掉，回去热一下就可以当晚餐吃啊。天哪，这么多！就算疯狂大塞车，我也不怕饿肚子了。我可以边开边吃。边开边吃，边开边吃太危险了。不会，我技术好的。不行不行，你知道很多交通事故啊，就是发生在自认为技术很好的状况之下。那我回台北再吃啊。我走了啊，照顾好自己啊。嗯。万一等下塞车，你肚子饿怎么办？先从小笼包开始吃吧，要不然冷啊，口感不是很好的。好。还可以配绿豆沙牛奶。谢谢。还有脯肉哦。那个鸭肉寿司啊，我个人是觉得冷了之后口感一样的好，不过鸭皮有点油腻，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哦，好香哦。正好，我还蛮饿的。好吃吗？是。我真的觉得这个方法太好了。我等下坐客运回家也大概1个小时，眯一下就到家了。是不是太麻烦你了？不会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如果以后你没空回家，我可以常常带家乡的名产去台北给。谢谢。看起来好像1秒的效果比较好。对不起。没事。长江7号，请注意！长江7号，请注意！我们就在附近，万一有什么黑衣人接近你，还有好像看起来蛮好的耶。
那材料应该差不多够了吧？可是我不知道串起来会长什么样子。不然我先回去剪一个出版，给你看看感觉。学长，你真的太好了！如果没有学长的话，我就惨了。没有啦，就有帮上忙就好。那我等一下请学长吃饭。好啊。我们去学校那一家。你等我一下。哦。喂。OK 啊。你在哪里？好，那我过去找你。拜拜。怎么办？我爸要过来接我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下次再吃也可以。那等到我 pass 了，我再请学长吃饭。OK。那你爸在哪？我帮你把这个拿过去。你不怕被我爸打断腿啊？反正尼咕噜学长在附近，他可以保护你这个长江7号。他们就很无聊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我也是听朋友说才知道，原来张伟杰的腿断了。怎么会是听朋友说？他不是你男朋友吗？啊？张伟杰不是当着全校跟你告白吗？你说那一天哦，那一天好害羞。他真的很勇敢，果然是男神。你们就是人家说的那种，反正你们就很速配啦。是哦，学长也这么认为吗？大家都这么认为吧。所以学长觉得我应该要答应张伟杰的告白。啊？你还没有答应？我……哦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啊，有没有受伤啊？这么巧啊！你是那个妹妹头对不对？是不是安晴辉？啊，你是那个学长的小阿姨？我们见过吗？就那天你在餐厅有一点点喝醉。看来大家都认识了。大家好，我叫赖建国，是你们小阿姨的朋友。原来天天不回家，不理我的讯息，害我担心的半死，是跑去谈恋爱。我为什么要变成你的小阿姨啊？女人变天都没有你们变心快。怕妹妹头误会吼？是误会吗？事实不是已经摆在眼前了？干嘛你？不高兴哦？我快乐的要死。啊，你是不是在气我没有回你讯息啊？所以呢？我手机被我姐没收了，刚刚才还我的。我很平安，才4个字回一下会死哦。然后我正想回你讯息的时候，他又跑过来啰嗦一堆。最好是啊。后来呢，我朋友又说要送我回台北，那我总不好一路上自顾自的玩手机吧？根本就是只顾着跟人家谈恋爱吧。结果一到台北就遇到你啦。哎，后面一堆我朋友准备了宜兰名产，要不要吃？朋友，满脑子都是新男友。我知道已读不回让人很不爽，但是你用脑子理性的分析一下，不回你讯息对我什么好处？没有嘛。而且你又不是我前男友，我完全没有必要对你视而不见不理你，对吧？到现在连一句对不起都不说，根本就……可不可以把你心里的OS讲出来啊？
人跟人之间相处需要沟通，沟通是什么？沟通就是把话说清楚，不管是要吵要骂都没有关系，我们才能够彼此了解啊。前方300公尺，请左转。说什么啊？前方300公尺，请左转。快！有什么事快说，到底气什么啊？有什么不满、不爽、不悦，通通说出来。姐姐保证不生气。我是气我自己啦。为什么？鸡婆个屁！什么意思啊？还以为你因为前男友要结婚了，在那边想不开，在那边瞎担心半天，胡思乱想。对啦，我就是无聊又搞不清楚状况的大白痴。人家长得正又有才华，走了一个前男友，当然马上就有备胎啊。更何况是个感情高手，伤口复原能力当然强啊。要忘记一个人，当然也只需要滴2滴眼泪。把男人当成玩具，也只是家常便饭而已。但就算这样，也不必这么无缝接轨吧。人家不是有说，感情会完蛋，绝对不可能是只有一方的问题。所以难道不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去反省一下、检讨一下吗？至少啦，至少，你也要先去哀悼一下上一段的爱情，再去玩弄下一个男人吧。我现在懂了啦，事出必有因啦，难怪那男的会跑去娶别人，谁会想要去娶一个换男朋友像换衣服一样随便的女？下车。不是要送我回家？下车。你生气了？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？你以为你很懂爱情吗？凭什么批评我的爱情？是你自己说不会生气。我没有生气，我是翻脸。下车。明明是你说要沟通的啊，明明是你说有话就说的啊，说要送回家却把我放鸽子，说不生气还不是生气，翻脸像翻书，说话不算话，难怪我小舅叫我离你远。你现在立刻滚下车！下车就下车，谁怕死？已偏离规划路线，重新计算中。前方100公尺，请右转。已偏离规划路线，重新计算中。前方300公尺，请回转。凭什么要我回转啊？老娘做的决定就不会回头了。前方200公尺，请回转。我想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换男朋友跟换衣服一样，又怎么样？干你屁事啊！前方100公尺，请回转。不转，我就不转。已偏离规划路线，重新计算中。闭嘴！悠游卡只剩5块了。如果我妈不借钱给我，明天就不能来了。请你看到字条，一定要让我知道你很平安。我先回去喽，不然错过最后一班车就晚了。P.S. 它又不是你的末班公车，如果为它想不开，你就是超级大白痴啦。不知道是哪个演员说过，只要舞台底下还有一个观众，
你就要尽力的演出。我只是想跟你讲，不管怎样，我一定都会坐在舞台下的。错跟错的分不清楚，管我是谁教的。你悠游卡是不是没？你妈妈有没有借你？我到家了，很快吧？刚刚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但是因为遇到你朋友，所以来不及问。就是小飞小姐，你愿意跟我以结婚为前提的开始之下交往吗？谢谢。哦，妈，你在干嘛啦？你先出来，我要大便啦！快点，我要来不及了啦！干嘛啦？拿去送给你那不三不四的朋友。什么不三不四的朋友啦？哦。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，我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爱处男，我连女生的手都没有碰过，而且我……那个不是，哦，哪有人在送人家卫生棉的？你自己留着用啦。我记得我们班周美美，她就有一件芭蕾舞裙，就是那种蓬蓬的，一层一层白纱的。每次看她穿，我都超羡慕。可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家里穷啊。我想学芭蕾舞，只有在梦里学啊。国中开始，我就穿我妈改的旧衣服，然后看着我哥、我弟有新衣服可以穿去上学。我真的很想问我妈，我是不是你亲生的，还是我是捡来的啊？有一次哦，我打工存了好久的钱，要去买一件我已经想了很久的牛仔裙，上面有白色扣子，结果被我妈发现了，不但不让我买，还逼着我把钱拿去给我哥缴毕业礼金，我气死了！那时候恨死他了。我自己跟自己说，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家，等他老了，我一定不会养他。怎么可能？我妈中风之后，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。我喂她吃饭，帮她洗澡、翻身，帮她处理大小便，都是我一个人。她走以后，我还请师父帮她念经，我就跟菩萨讲说：“菩萨，我愿意原谅哦，我妈对我做过那些不太好的事情。
啊，你要记得带他去西方极乐世界。高中我妈走了以后，我就半工半读，供我弟念书。有一次生日哦，哇，我发狠了，去买了一件好贵可是好漂亮的长裙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件长裙的样子，是扶桑花的，白的、紫色的。啊，你穿上去的时候转圈圈，它那个裙摆还会飞起来。我试穿了一个下午，然后很宝贝的带着它坐上公车，结果我就睡着了。我一紧张下了车之后，我就把我那件宝贝裙子就忘在公车上面。我找了好久哦，我还跑去公车总站找了好久，因为我就再也找不到它了。我怎么会把世界上最漂亮的裙子留在公车上面呢？结婚以后，你以为啊，你老公会很疼你，会给你买很多很多漂亮的裙子，结果嫁给一个废人，什么都要自己来，照顾他，照顾公婆，照顾小孩，忙家里忙赚钱。我这辈子好像除了学生裙，我就只有穿过孕妇裙呢。人生活着有什么意义啊？活着要干嘛呀？因为每天都伺候那3个没有良心的家伙，他们连声谢谢都不会跟你讲。还要被那些幼稚园的小萝卜头欺负。我这辈子哦，都还没有好好的漂亮过，就老了。连好朋友都走了，说走就走，陪伴了你大半辈子，现在嫌你老了，他不要陪你了，人走了。不甘心。你也很不甘心，对不对？本来嘛，女人就是要漂漂亮亮的。就是要被人家捧在手掌心疼的嘛。就算明天就要死了，你至少也要做过1天的美女，真正的美女，你才不会浪费这辈子嘛，对不对？事情现在不去做，这辈子已经不会去做了。有些事情哦，要现在就开始做。8点嘞，今天是要吃便当还是妈要回来煮啊？我哪知道？你不会打电话问他哦？你是失恋哦？凶屁啊！打电话就没有人接啊？
哦呦，这么晚了，你妈很生气哦。妈不在啦。牛肉汤面3碗。好，你稍等一下哦。我要豆干海带。还有卤蛋。老板，1条海带，2块豆干，还有1颗卤蛋对切。好，你稍等哦。这样多少钱？这样总共285。好，收您300。哎，15元找您，稍等一下啊。谢谢。你妈没有说去哪里啊？打电话不通，赖他也不回。要不要给你妈打包1碗面带回去啊？妈不是不喜欢吃面。爸，你加薪了，那我可不可以吃猪耳朵啊？算了，你妈可能已经吃饱了。为什么闻到炒蛤蜊的味道啊？我也有闻到。是要请客哦。回来的刚刚好，开饭。你要煮，你干嘛不早说啊？害我们刚才也不会吃面呢。明天便当也太多菜了吧？哎呀，你们真是的！哎，来，坐下来，陪你妈吃一点，快点。我吃不下了。那妈，明天便当不要帮我放蛤蜊哦，会臭啊。这个牛肉帮我放多一点。所以你们都吃过了。对啊。对啊。来，我吃，我最喜欢吃炒蛤蜊了。我要离婚。你看都舍不得回家了，老师哦，太漂亮。没有，真的？我都没有保养，我丑死。奇怪，他们生我的时候没有经过我同意，为什么现在要逼我去想要跟谁这种烂问题呀？拍广告，就是在电视上播的那种电视广告。身材、脸蛋，哎呀，配我刚刚好。女朋友不能那么猴急，你知道有90%的女生都受不了。没有打算像自己一样把酒言欢。我宁可学着自己面对孤独的旅程，也不愿看你挥霍你的青春。困住你的人，回忆的时分，只要记得我这个人，不要犹豫，朝着他用力飞奔。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停留，不要停留。他不是我，我不苛求。和你相拥，陪你白头，你的幸福是我。